法国是中世纪城堡的国度，是童话村落的故乡，更是艺术与美食的天堂。刚出炉的法棍香气弥漫在大街小巷，大西洋的海浪亲吻着野性的海岸线，勃艮第的葡萄园一直延伸到天际尽头。欢迎来到法国，欢迎来到欧洲的心脏。因为轮廓酷似六边形，法国也被称作六角国。这片土地上，中世纪城堡静静守护着，苍翠山谷村落星罗棋布，顶级烹饪艺术在此落地生根。让我们从头说起。法国是欧洲第3大国，国土面积约54.4万平方公里，地貌丰富的超乎想象。大自然在这里挥毫泼墨，地中海的湛蓝，诺曼底的翠绿，阿尔卑斯山的纯白，交织成绝美的画卷。法国拥有约6535万人口，海岸线长达5500公里，被3大海域环抱。大西洋冲刷着西海岸，英吉利海峡在北边隔开法国与英国，地中海则带着咸湿海风轻抚南部海岸。这个欧洲大国还保持着一项惊人纪录：全球时区最多的国家，得益于法属圭亚那、法属波利尼西亚等遍布全球的海外领地。法国一共横跨12个时区，数量位居世界第一。走遍法国各地，你会发现风景千变万化。境内散落着4万多座城堡与遗迹，见证着法兰西封建王朝与皇室的辉煌。这些建筑诉说着数百年的征战、宫廷的繁华，以及改变整个欧洲的革命。在勃艮第的丘陵、波尔多的温柔山谷里，藏着法国最珍贵的宝藏葡萄园。这里是世界顶级葡萄酒的摇篮，享誉全球。但法国的馈赠不止美酒，每天面包房都会烤出约2700万根法棍，一年总量高达100亿根，每一根法棍都是面包艺术的结晶，原料、尺寸都有严格标准。这份传统早已融入法国人的血脉。法国的精彩还体现在道路之上。1903年起，环法自行车赛每年7月开赛，车手们穿越法国最美的风光，挑战人类极限，成为世界最负盛名的赛事之一。
法国还有2项全球顶尖优势：交通与美食。上世纪80年代，法国推出 TGV 高速列车，彻底改变了出行方式，时速最高可达320公里，串联起各大城市。美食方面，法国是米其林指南的发源地，这套全球最权威的美食评级体系让法国高端料理声名远扬。这里星级餐厅密集，名厨辈出，是当之无愧的美食圣地。接下来一起走进法国最具标志性的景点与隐秘村落。蔚蓝海岸从圣特罗佩一直延伸到芒通，是法国最负盛名的滨海地带，更是全球名流与艺术家的向往之地。这里海水呈现出深邃迷人的宝蓝色，轻轻拍打着细腻柔软的金色沙滩。一座座精致优雅的小城沿着地中海海岸线依次排开，将自然之美与奢华格调完美融合。摩纳哥凭借奢华赌场吸引世界目光，城市街道每年还会变身 F1 方程式赛道，上演速度与激情，成为全球最顶级、最稀缺的体育盛宴。戛纳则因国际电影节星光璀璨，红毯之上巨星云集，街巷间奢侈品店琳琅满目，处处散发着时尚气息。尼斯展现出蔚蓝海岸最鲜活的一面，热闹的海滨大道游人如织，鲜花市场色彩绚丽，香气扑鼻。沿岸高端餐厅将地中海传统风味与现代创新厨艺结合，用美食诠释法式优雅，让每一位游客都能沉浸在阳光、海浪与浪漫交织的梦幻氛围里。巴黎是法国的灵魂，漫步在这座城市，就像翻阅一本厚重又鲜活的历史书。每一个街区，每一条小巷都藏着独一无二的故事。塞纳河如同一条碧绿丝带穿城而过，将巴黎分为文艺浪漫的左岸与大气繁华的右岸。左岸遍布咖啡馆与艺术小店，是艺术家、文人、墨客的精神家园，充满自由随性的气息。右岸则坐落着卢浮宫、奥赛博物馆等世界级殿堂。宽阔的林荫大道气势恢宏，尽显皇家气派。巴黎从不固守历史，老式石砌建筑与现代广场、文艺市集、城市花园和谐共存，氛围轻松又惬意。从香榭丽舍大街的精致橱窗到马来区狭窄又温馨的石板小巷，每一处角落都藏着不期而遇的惊喜。你可以在蒙马特高地的台阶上静待日落，也能沿着塞纳河缓缓散步，看埃菲尔铁塔的灯光倒映在水面，浪漫与诗意在此刻达到顶峰。阿尔萨斯地处法德边境，是法国最具异域风情的地区之一，完美融合了法兰西的浪漫与德意志的严谨，拥有独一无二的双重文化魅力。这里的村落仿佛从童话书里走出来一般，彩色半木构房屋错落有致，裸露木梁充满复古气息，清澈运河蜿蜒穿过老城中心，阳台与窗台上鲜花盛放，随手一拍都是绝美画面。科尔马是阿尔萨斯的代表小镇，中世纪街区保存完好，木金墙，房屋色彩明快，一到圣诞季就挂满灯饰与装饰，化身欧洲最梦幻的圣诞小镇。这里也是世界知名的葡萄酒产区，整齐的葡萄藤顺着平缓山坡蔓延，知名葡萄酒之路串联起里克维尔、凯瑟斯贝格、
埃及塞姆等特色小镇，既能探访百年地下酒窖，又能品尝阿尔萨斯特色美食。教堂屋顶、民居烟囱上常有白鹳筑巢，为四季变换的风景增添灵动诗意。淳朴热情的当地人让这片土地更具温度。卢瓦尔河谷被誉为法国后花园，更是联合国世界文化遗产。走进这里，就像闯入了中世纪城堡组成的梦幻世界。清晨薄雾缭绕，一座座古堡从雾气中缓缓显现，塔楼尖顶探出茂密树梢，文艺复兴风格的花园修剪整齐，一直延伸到天际。卢瓦尔河如同一条碧绿玉带，静静流淌，穿梭在古堡之间，见证着无数爱情传说、宫廷轶事与历史风云，默默塑造着法兰西的过往。河谷两岸散落着许多中世纪村落，石板路蜿蜒曲折，通向仿佛时间静止的古朴广场。当地市集充满烟火气，新鲜面包、奶酪、葡萄酒的香气交织在一起，满是法式生活情调。香波堡气势恢宏，426间客房设计精巧，双螺旋楼梯堪称建筑奇迹。舍农索堡横跨希尔河，身姿温婉，被称为水上城堡。昂布瓦斯堡珍藏着达芬奇的晚年秘密。维朗德里堡的几何园艺花园更是将自然与艺术结合到极致，每一步都让人沉醉。科西嘉岛坐落在地中海中心，是法国最具野性与原生态气息的岛屿。腹地藏着连绵起伏的巍峨山脉，自然风光未经雕琢，保留着最原始的模样。环岛海岸线上，洁白沙滩很快就被茂密翠绿的森林、幽深险峻的山谷取代，狂野自然占据主导。只有零星古朴村落点缀在山坡之上，安静又祥和。伯尼法桥是岛上最具特色的小城，整座城市建在陡峭的白色石灰岩悬崖上，直面辽阔大海，气势磅礴。不远处古老林间小径穿过成片松树林与栗树林，空气清新，满是草木清香。 GR20 徒步路线是欧洲最具挑战性也最负盛名的线路之一，贯穿科西嘉岛南北，翻越一座座岩石山峦，沿途能欣赏到峡谷、山峰、海湾等多样风光。这座小岛始终坚守本真，保留着独特的传统与文化个性，既能满足登山、徒步等户外探险需求，又能让人享受地中海独有的宁静与松弛，是逃离喧嚣的理想之地。圣米歇尔山是法国最具标志性的自然与人文奇观，坐落于诺曼底北部海岸，一座孤零零的岩石小岛被大海全方位环绕，潮涨潮落之间，连接陆地的道路时隐时现，充满神秘色彩。小岛核心是一座气势恢宏的中世纪修道院，尖顶高耸入云，古老高墙与狭窄石板小巷环绕四周，修道院俯瞰着整片海湾，千百年来一直是信徒心中的朝圣圣地。小岛底部的村庄保留着中世纪风貌，曲折小巷两侧特色小店、法式餐厅、纪念品店依次排开，木金墙，房屋古朴可爱，满是复古氛围。这座小岛不仅是宗教圣地，更是坚不可摧的军事堡垒，历经数百年战火与围攻，依然屹立不倒。如今退潮时徒步穿越海湾浅滩，如同行走在水面之上，新奇又震撼。夜晚修道院灯火亮起，暖黄光影倒映在湿润沙滩上，海风吹拂，光影摇曳，营造出梦幻不真实的氛围，让人流连忘返。普罗旺斯是法国南部最浪漫的地区，一提到它，人们就会想到无边无际的紫色薰衣草田。盛夏时节，
整片大地被薰衣草浸染，微风拂过，花浪翻滚，香气弥漫，美得让人心醉。这里的每一处风景都像出自印象派画家之手，阳光温暖明亮，色彩浓烈又治愈。塞南克修道院藏在成片薰衣草花海中，古朴石墙与紫色花田相映成趣，修士们至今仍坚守着800年的古老传统，宁静又神圣。山坡上的莱伯德普罗旺斯是建在岩石上的中世纪村落，古堡遗迹矗立山顶，让人瞬间联想到骑士与公主的传说。鲁西永被称为红土城，赭石矿物让房屋、街道、岩石都染上浓烈的红橙色，在阳光下变换色彩，独一无二。戈尔德村螺旋状小巷沿用数百年前的模样，古朴又别致。7月是到访普罗旺斯的最佳时节，薰衣草盛放，夏风裹挟着花香，每一眼风景都美得恰到好处。波尔多是法国西南部的葡萄酒之都，整座城市因葡萄酒而生，因葡萄酒而闻名。商贸历史可追溯至遥远的罗马时代，文化底蕴深厚。老城区被列入联合国世界文化遗产，18世纪古典风格建筑保存完好，石砌楼房典雅大气，广场宽阔整洁，街头雕塑精致考究，处处散发着法式古典优雅。圣安德烈大教堂是城市地标，哥特式塔楼高耸入云，雕刻繁复精美。站在教堂脚下，能感受到浓厚的历史庄严感，让整座老城都透着优雅气质。加龙河穿城而过，河水清澈平缓，皮埃尔古桥横跨两岸，石拱造型经典，是城市最美的风景线之一。波尔多周边是一望无际的葡萄园，拉菲、拉图等世界顶级酒庄都坐落于此，葡萄酒文化渗透在城市的每一个角落。夜晚河畔灯火璀璨，灯光倒映在水中，波光粼粼，最适合悠闲散步或享用露天法式晚餐，在微醺中感受葡萄酒之城的浪漫与惬意。诺曼底位于法国西北部，是富饶田野、狂风、海岸与厚重历史村落的完美融合，自然风光与历史记忆交织，让人既沉醉于美景，又敬畏于历史。诺曼底登陆海滩是2战关键历史的见证者，金色沙滩上矗立着博物馆与纪念馆，静静诉说着当年的壮烈与牺牲，让每一位到访者都心生敬畏。埃特勒塔的白垩悬崖是诺曼底最震撼的自然景观，海风与海浪历经1000万年雕琢，形成壮观的天然拱门与象鼻山造型，悬崖峭壁与大海相应，气势磅礴。翁弗勒尔等古老小港口保留着中世纪海洋风情，彩色木屋临水而建，渔船停靠岸边，满是渔港烟火气。诺曼底内陆是广阔肥沃的田野，农场与果园遍布，出产的卡芒贝尔奶酪奶香浓郁，口感绵密，本地苹果酒清爽甘甜，都是诺曼底美食的代表。这里的乡村宁静祥和，海风轻拂，绿草如茵，既能感受历史的厚重，又能享受田园的安逸。里昂位于罗纳河与索恩河交汇处，是法国第3大城市，在悠久历史与现代活力之间自如切换，兼具古韵与朝气。老城区被称为里昂老城，藏着无数文艺复兴风格的小巷与隐秘庭院。厚重实木门之后，往往是别有洞天的小广场与喷泉，步步是景。古老广场与百年教堂讲述着千年岁月，石砌建筑保存完好，让这里成为法国最迷人、最具历史感的城区之一。里昂还有法国美食之都的响亮称号，市集上新鲜食材琳琅满目，街边小馆与星级餐厅数不胜数，从地道里昂小吃到高端法式料理应有尽有，用美食征服每一位食客。富维耶圣母大教堂矗立在山顶，拜占庭风格建筑金碧辉煌，
从教堂平台能将老城区与2条河流的全景尽收眼底，视野绝佳。汇流区是里昂的现代名片，未来感建筑造型独特，博物馆与文化空间林立，充满年轻活力，展现着里昂的多元魅力。斯特拉斯堡坐落于伊尔河畔，地处法德交界，是欧洲文化交融的典范城市，也是欧盟重要机构所在地，兼具历史底蕴与国际气质。城市中心的大岛被列为世界文化遗产，运河如丝带般环绕老城，石拱桥与木桥错落横跨水面，水流缓缓流淌，节奏安静而舒缓。哥特式斯特拉斯堡大教堂是全城制高点，尖塔直插云霄，雕刻精细绝伦，无论在老城哪个角落，抬头就能望见它的身影，庄严而震撼。每到冬季，这里的圣诞市集堪称全欧最美，灯光璀璨，香气弥漫，吸引无数游客前来感受童话般的氛围。小法兰西片区是斯特拉斯堡最浪漫的角落，半木构房屋色彩柔和，临水而建，窗台上鲜花盛开，小船悠悠划过河道，宛如一幅流动的油画。这座城市在传统与现代、民俗与国际之间完美平衡，每一处风景都藏着惊喜与温柔。布列塔尼位于法国西北端，是深受凯尔特文化影响的半岛地区，气质狂野又神秘，与法国其他地方截然不同。这里的海岸线崎岖壮美，礁石林立，一座座百年灯塔静静矗立，为过往船只指引方向。潮汐每天2度改变海岸样貌，景观充满野趣。圣马洛、孔卡尔诺等古老渔村保留着坚固的中世纪城墙与防御工事，诉说着昔日海盗横行、海上贸易兴盛的传奇故事。内陆地区是一望无际的翠绿田野，史前巨石阵、古老石砌教堂散落其间，带着浓厚的远古气息。布列塔尼的美食极具地域特色，咸黄油香气浓郁，苹果酒酸甜清爽，新鲜海鲜种类丰富，每一口都是大海与土地的馈赠。当地人坚守凯尔特传统语言，音乐节庆都保留着古老风貌，民风淳朴而热情。在布列塔尼，你能感受到最原始的法国，听海浪讲述千年故事，在田野间找回内心的平静。马赛是法国最古老的城市，由古希腊人建于2600多年前，地处地中海沿岸，热情奔放，充满烟火气，是法国南部的活力核心。旧港是马赛的灵魂所在，渔船整齐停靠岸边，海水波光粼粼，岸边餐厅飘出法式鱼汤的浓郁香气。这道马赛招牌美食是无数游客必尝的风味。城市依山而建，丘陵与海湾交错分布，沙滩、礁石湾、隐秘小海湾星罗棋布，地中海风光一览无余。守护圣母大教堂矗立在山顶，金色圣母像闪闪发光，是全城最醒目的标志。登上平台可俯瞰马赛全城与辽阔海面，龙上宫气势恢宏，花园与喷泉典雅精致，纪念着19世纪城市引水工程的伟大成就。城郊的卡朗格峡湾国家公园更是自然奇观，石灰岩峭壁笔直插入澄澈海水，碧海蓝天相映，是徒步、潜水、观景的绝佳去处，让马赛在历史与自然之间尽显独特魅力。皮拉沙丘坐落于法国西南部阿卡雄附近，是欧洲最高的海岸沙丘，也是法国最奇特的自然景观之一。这座巨大沙山直面大西洋，高度约110米，长度超过2公里，沙质细腻金黄，在阳光下熠熠生辉，宛如一座沉睡的金色巨龙。沙丘一边是波澜壮阔的大西洋，海浪层层涌来，海风清爽宜人；
另一边是茂密广袤的朗德森林，翠绿林海一望无际，金黄与翠绿强烈碰撞，视觉效果震撼至极。每到夏季，大批游客慕名而来，有人沿着木栈道稳步攀登，有人赤脚踩在温热细沙上前行。登顶那一刻，360度全景尽收眼底，心胸瞬间开阔。这里海风稳定强劲，是滑翔伞、悬挂式滑翔、风筝冲浪等户外运动的天堂。更神奇的是，在海风与潮汐作用下，沙丘每年都会缓慢向内陆移动，形状与大小不断变化，是一座活着的自然奇观。每一次到访都有全新体验。阿基坦位于法国西南部，紧邻壮观的皮拉沙丘，是一片集海洋激情、田园诗意与葡萄酒醇香于一体 of 梦幻之地。这里拥有绵长壮阔的海岸线，数不尽的优质沙滩顺着大西洋沿岸铺开，来自西班牙方向的强劲海浪奔腾而至，浪形稳定，冲击力十足，让这里成为全欧洲乃至全球冲浪爱好者的心驰神往的天堂。不管是初学者体验冲浪乐趣，还是高手挑战高难度动作，都能在这里得到满足。深入内陆，一望无际的波尔多葡萄园连绵铺展，在阳光与土壤的滋养下，孕育出享誉世界的顶级佳酿。一座座百年酒庄藏在田野间，传承着法式酿酒的精髓。除了海岸与葡萄园，阿基坦还拥有宁静蜿蜒的河流、广袤茂密的森林，以及节奏悠闲的古朴乡村。自然气息浓郁纯粹，没有过度的喧嚣与商业化。海洋的奔放，田野的恬静，森林的清幽，在这里完美融合，形成了独一无二的生态平衡。漫步其间，能真切感受到大自然主导一切的原始与美好。维尔东大峡谷位于法国东南部普罗旺斯地区，是维尔东河历经数百万年冲刷雕琢而成的欧洲最美大峡谷之一。峡谷内，河水呈现出独一无二的绿松石色，清澈透亮，在阳光下泛着迷人光泽。两岸石灰岩峭壁高达700米，笔直险峻，气势恢宏。峡谷间修建有多条全景徒步步道，其中白马丁步道最为知名，沿途悬崖观景台、隐秘山洞、茂密丛林接连不断，还能邂逅山羊、金雕等野生动物，自然气息拉满。对于户外爱好者来说，这里是天堂般的存在。皮划艇漂流在碧绿河面上，刺激又惬意；悬崖攀岩挑战胆量与技巧，高空滑翔则能俯瞰整条峡谷的壮丽全貌。峡谷深处坐落着穆斯杰、圣玛丽等古朴小镇，石屋错落有致，陶瓷工艺传承100年，宁静而美好。作为自然保护区，维尔东大峡谷保留着最原始的生态，用震撼风光诠释大自然的鬼斧神工。奥夫涅地处法国中部腹地，是一座以火山地貌为核心的原生态山区，被称为法国的绿色屋顶。自然风光纯净无污染，充满原始力量。这里拥有法国最大的火山群多姆山链，被列入世界自然遗产。80多座休眠火山连绵起伏，火山锥形态完整，步道清晰安全，徒步即可近距离感受火山地质奇观。玄武岩石块搭建的村落遍布乡间，建筑厚重坚固，带着远古气息，与火山地貌完美融合。夏季，火山脚下大片向日葵田肆意绽放，金黄花海与深色火山岩形成强烈对比，色彩浓烈夺目，风景如画。温泉文化是奥夫涅的另一张名片。维希的温泉水自古罗马时期就闻名欧洲，
水质温和，富含矿物质，养生效果极佳，是放松身心的绝佳选择。奥弗涅远离城市喧嚣，没有拥挤人潮，只有宁静山野、清新空气与壮阔火山景观，是回归自然、舒缓压力的理想之地。霞慕尼坐落于欧洲最高峰勃朗峰脚下，是法国阿尔卑斯山的门户小镇，也是现代登山运动的发源地。冰雪与山峰的魅力在此展现到极致。小镇被巍峨雪山、壮丽冰川环绕，山顶终年积雪皑皑，滨海冰川气势磅礴，可乘坐复古齿轨列车缓缓上山，近距离感受冰川之美。19世纪起，这里就成为全球登山爱好者的圣地，无数探险者从这里出发，挑战勃朗峰之巅，书写登山传奇。夏季的霞慕尼是徒步天堂，山间步道纵横交错，沿途雪山、湖泊、草甸，风光无限，野花遍地绽放。冬季则变身世界级滑雪胜地，雪道丰富多样，从新手滑道到专业雪道一应俱全，滑雪爱好者尽情驰骋在白雪之上。南针峰缆车更是全球知名的高空体验，可直达4000米高空，360度无死角，俯瞰法瑞意三国、阿尔卑斯群山，雪峰连绵不绝，景观震撼到令人窒息，是一生必去的高山圣地。凡尔赛宫位于巴黎市郊，是法国国王路易14下令修建的皇家宫殿，堪称欧洲宫殿建筑的巅峰之作，也是法国王权与艺术的最高象征。宫殿内部装饰极尽奢华，大理石地面、金色雕花、巨幅油画、水晶吊灯随处可见，每一处细节都彰显皇家气派。著名的镜厅更是重中之重，357面镜子拼接成墙，阳光射入时，光影交错，璀璨夺目。这里曾举办过无数皇家庆典与国际条约签署仪式，见证了法国乃至欧洲的重大历史。宫殿外围是几何布局的皇家花园，面积广阔，修剪整齐的绿植，造型典雅的喷泉，精美的雕塑错落分布，运河水面平静如镜，漫步其中，仿佛置身于皇家画卷。凡尔赛并非单一宫殿，而是包含大小特里亚农宫、皇家马厩、广阔森林的庞大建筑群，处处体现极致的秩序与美学。如今它是世界文化遗产，每年吸引数百万游客，静静诉说着法国皇室的辉煌过往。安纳西坐落于法国东部阿尔卑斯山区，紧邻瑞士边境，有着阿尔卑斯山的阳台、法国最美小镇的美称，风景清新秀丽，宛如世外桃源。城市依安纳西湖而建，湖水是欧洲最清澈的湖水之一，碧绿透亮，倒映着远处雪山与岸边建筑，美如童话。老城中心河道纵横，古老石拱桥横跨水面，石板路干净整洁，彩色房屋依山傍水，窗台上鲜花四季盛开，浪漫气息扑面而来。中皇岛宫是安纳西的标志性建筑，石砌小楼矗立在水中央，造型小巧别致，是欧洲最古老的监狱建筑之一，充满历史韵味。湖畔步道宽敞平缓，散步、骑行、乘船游湖都是绝佳体验，清风拂面，湖水荡漾，让人身心放松。安纳西完美融合了阿尔卑斯山的雄浑与法式小镇的柔美，既有雪山湖泊的壮丽，又有小桥流水的温婉。无论何时到访，都能被它的纯净与美好深深治愈。
里克维尔是阿尔萨斯地区一座被时光遗忘的中世纪小镇，被葡萄园与青山环抱，美得安静又纯粹。小镇被完整的中世纪城墙环绕，石板路蜿蜒曲折，两侧是色彩柔和的半木构房屋，粉色、黄色、浅蓝色的墙面搭配深色木梁，充满童话质感。街巷间随处可见精致的铁艺招牌，盛放的鲜花、窗台与复古喷泉，每一处细节都透着匠心与温柔。这里是阿尔萨斯优质葡萄酒的核心产区，灰皮诺、雷司令等白葡萄酒口感清爽，香气浓郁。小镇上的百年酒窖随处可见，推开木门就能品尝到地道佳酿。每到圣诞季，小镇被灯光与装饰点亮，小市集上热红酒、姜饼、手工饰品琳琅满目，氛围温馨又浪漫。没有拥挤的人潮，没有喧嚣的商业，只有宁静的街巷，醇厚的酒香与淳朴的居民。里克维尔用最本真的模样诠释着阿尔萨斯的浪漫与美好。戈尔德是普罗旺斯山区一座建在岩石上的天空之城，整座村落顺着山坡螺旋而上，房屋由浅金色石块砌成，与山体浑然一体，远远望去，如同从岩石中生长出来一般。小镇保留着完整的中世纪风貌，狭窄小巷蜿蜒曲折，石阶路高低起伏，转角就能遇见古朴喷泉、鲜花小院与艺术画廊，充满文艺气息。山顶矗立着16世纪古堡遗迹，如今变身艺术展馆，展示着普罗旺斯本土艺术家的作品，让历史与艺术在此交融。站在小镇高处远眺，吕贝龙山谷全景尽收眼底，橄榄园、葡萄园、薰衣草田层层铺展，在阳光下呈现出浓烈的普罗旺斯色彩。夏季，小镇广场被绿荫笼罩，当地人与游客围坐在一起，享受阳光、美食与慢生活，没有都市的匆忙，只有蝉鸣、花香与微风。戈尔德用最静谧的姿态守护着普罗旺斯最原始的浪漫与诗意。埃兹是蔚蓝海岸悬崖上的中世纪村落，坐落于尼斯与摩纳哥之间，被称为悬崖上的童话小镇，坐拥地中海最惊艳的全景视野。整座小镇顺着陡峭岩壁而建，狭窄石板路蜿蜒向上，两侧是石砌小屋、艺术工坊与香水作坊，空气中弥漫着花香与香水的淡雅气息。小镇顶端是中世纪古堡遗迹，如今被改造成热带植物园，仙人掌、龙舌兰、多肉植物等奇花异草肆意生长，与蔚蓝大海相映成趣。这里是哲学家尼采最爱的漫步之地，连接小镇与海边的尼采小径依山傍海，沿途松涛阵阵，野花盛放，一步一景。站在小镇观景台眺望，地中海如巨大蓝宝石铺展在眼前，海岸线蜿蜒曲折，豪宅、游艇、沙滩点缀其间，奢华与自然完美融合。埃兹用悬崖之巅的静谧与浪漫，成为蔚蓝海岸最不容错过的隐秘宝藏。科尔玛是阿尔萨斯地区最迷人的小城，整座城市就像一幅鲜活生动的油画，一步一景都美得让人移不开眼。这里随处可见色彩明快的木金墙房屋，暖黄、淡粉、浅蓝，
嫩绿的墙面搭配深褐色的木质梁柱，复古又可爱。清澈蜿蜒的河道静静穿城而过，一座座小巧古朴的石桥横跨水面，房屋、流水、小桥相映成趣，构成了最经典的童话画面。漫步在老城区的石板路上，精致的喷泉、温馨的小广场，藏在街角的隐秘庭院随处可见。没有喧嚣的车流，只有安静的风景和悠闲的氛围，让人不由自主放慢脚步，沉浸在这份温柔里。其中最浪漫的莫过于小威尼斯区，乘坐小船缓缓前行，两岸鲜花盛放，屋舍俨然，水面波光粼粼，每一帧都像电影画面。每年冬天，科尔玛的圣诞市集都会点亮全城，温暖的灯光，浓郁的热红酒香气，精致的手工艺品，让这里成为全欧洲最受欢迎的圣诞圣地，浪漫氛围拉满。孔克是一座深藏在法国阿威隆群山之中的中世纪小村，远离尘世喧嚣，古朴又宁静。同时，它也是圣地亚哥朝圣之路上至关重要的一站，千百年来迎接了无数虔诚的徒步者。村里最核心的建筑是供奉圣福伊的罗马式修道院。这座修道院不仅建筑本身庄严精美，更珍藏着跨越千年的艺术瑰宝与神圣圣物，每一件都承载着厚重的宗教历史，一直被世界各地的朝圣者敬仰膜拜。村子里的房屋全部采用当地特有的金色石材建造，在阳光下泛着温暖柔和的光泽。一排排石屋顺着陡峭的窄巷层层向上延伸，街巷曲折幽静，随处可见原汁原味的中世纪建筑细节，搭配着古色古香的铁艺招牌，每一处都充满岁月韵味。村子中心的广场是村民与游客最爱的聚集地，四周遍布着特色小店、温馨咖啡馆和手工作坊，安静又治愈，行走其间，仿佛一脚踏进了静止的中世纪时光。卡尔卡松是法国南部最震撼的中世纪要塞之城，高高矗立在山丘之上，静静俯瞰着开阔壮美的奥德河谷，远远望去就像一座从童话里走出来的古堡王国。这座古城最令人惊叹的是它保存完好的双层城墙，总长度超过3公里，高大的塔楼、厚重的城门、可通行的吊桥一应俱全，搭配内部完整保留的中世纪村落，构成了欧洲罕见的完整防御体系。在漫长的中世纪，这里是兵家必争的战略要地，无数势力在此争夺较量，每一块砖石都见证过硝烟与坚守。如今游客可以轻松漫步在古老城墙上，登高远眺，眼前是当年将士们誓死守护的广袤乡野，田园连绵，溪流蜿蜒，历史的厚重感扑面而来。城内蜿蜒的石板路缓缓延伸，直通气势庄严的圣纳泽尔大教堂和地位显赫的伯爵城堡。这两处地标是古城的灵魂所在，一砖一瓦都在诉说着卡尔卡松千年的传奇与荣光。埃吉塞姆是一座紧邻科尔玛，宛如指环般精致的环形村落，也是阿尔萨斯最具魅力的小镇之一。整座村庄以一座中世纪古堡为中心，石板小路如同同心圆般一圈圈向外舒展，结构独特又充满诗意。漫步其中，就像走进一座精心布局的时光迷宫，
色彩柔和的坡顶小屋错落排列，嫩黄、淡粉、浅蓝的墙面搭配精致的装饰窗，充满复古气息的手工艺招牌以及随处可见的优雅喷泉，每一处细节都透着法式乡村的温柔与精致。这里还是阿尔萨斯著名的葡萄酒产区，出产的灰皮诺和雷司令口感清爽，香气优雅，多次斩获国际大奖，酒窖遍布村落，酒香悠悠。埃吉塞姆更是教皇利奥九世的出生地，中心广场矗立着他的雕像，默默诉说着厚重的历史。凭借淳朴亲切的氛围，原汁原味的法式风情和保存完好的中世纪风貌，它曾被评选为法国人最喜爱的村庄。来到这里，仿佛能拥抱最温暖、最本真的法国乡村之美。鲁西永是普罗旺斯一座独一无二的红土小镇，因盛产赭石矿物而闻名。整座小镇被染成浓烈的红、橙、黄三色，在阳光下变换出丰富层次，宛如被上帝打翻的调色盘。小镇街巷完全由红土岩石砌成，房屋、墙壁、小路都带着温暖的大地色调。随着日照角度变化，色彩从深红渐变到橙黄，每一刻都有新的美感。这里曾是赭石开采重镇，古老采石场如今变身地质公园，游客可以近距离感受天然矿物的神奇魅力。小巷间藏着许多艺术工作室与颜料作坊，当地人用天然赭石制作颜料、画作与手工艺品，传承着百年传统。漫步在鲁西永，脚下是红土，眼前是红墙，头顶是蓝天，浓烈色彩碰撞出强烈的视觉冲击。这座小镇把自然地质之美与人文艺术之美融为一体，用最热烈的色调书写着普罗旺斯的别样浪漫。伊瓦尔是莱芒湖畔的中世纪石头小镇，被称为鲜花小镇。整座小镇被石墙环绕，房屋由浅色石块砌成，干净整洁，宛如童话世界。小镇街巷狭窄而蜿蜒，石板路被岁月打磨得光滑发亮，一年四季都有鲜花点缀，窗台、墙面与街角。春天郁金香，夏天玫瑰，秋天菊花，四季花开不断，香气弥漫。小镇最负盛名的是五感花园，这是一座精心设计的植物迷宫，通过视觉、嗅觉、触觉、味觉、听觉5种感官体验，让人沉浸式感受自然之美。湖畔码头停靠着各色小船，湖水清澈湛蓝，倒映着石屋与雪山，风景如画。小镇餐厅主打莱芒湖鲜鱼料理，现捕现做，口感鲜嫩，搭配本地葡萄酒，滋味极佳。伊瓦尔把中世纪古韵、湖畔风光与鲜花浪漫完美结合，用精致而温柔的模样成为法国东部最治愈的小镇之一。迪南是布列塔尼地区一座保存完好的中世纪古城，坐落于朗斯河畔的悬崖之上，城墙、塔楼、石屋完整保留着数百年前的模样，充满历史厚重感。小镇入口是雄伟的古城门，穿过城门仿佛穿越回中世纪，石板路顺着山势起伏，两侧是半木构房屋，灰色石板屋顶与彩色墙面形成鲜明对比，复古又别致。
山顶矗立着古城堡与教堂，站在城墙上可以俯瞰朗斯河谷与两岸田园风光，视野开阔，风景如画。小镇街巷间藏着许多手工工坊、古董店与咖啡馆，当地人坚守传统工艺，生活节奏缓慢而惬意，没有过度开发，没有喧嚣人潮，只有古老建筑、潺潺流水与淳朴民风。迪南用最完整的中世纪风貌讲述着布列塔尼的历史故事，让每一位游客都能沉浸式感受法兰西的古老与优雅。罗什福尔昂泰尔是布列塔尼地区最精致、最上镜的童话村落，以完好保存的中世纪建筑和细腻讲究的细节闻名遐迩。走在这里的街巷，你会看到厚重的花岗岩房屋与色彩柔和的半木构房屋檐皆错落交织，石墙斑驳，木梁古朴，每一栋建筑都保留着最地道的布列塔尼风情。街巷间散落着各式工坊，当地工匠与艺术家在此潜心创作，橱窗里陈列着手作玻璃、精美陶瓷、特色织物和地道乡土物产，文艺气息十足。这座小镇最负盛名的莫过于每年冬季盛大梦幻的圣诞灯光秀，暖光点缀着古屋街巷，氛围感拉满，每年都吸引成千上万的游客慕名而来。小镇中还矗立着一座12世纪的古老城堡，虽在文艺复兴时期经历重修，却依旧保留着厚重的历史肌理。塔楼与围墙静静矗立，为这座精致小镇平添了几分沉稳与厚重，让历史之美与生活之美在这里完美相融。比亚里茨是法国巴斯克地区的大西洋海滨名城，兼具法式优雅与冲浪活力，是欧洲最负盛名的滨海度假胜地。这里拥有宽阔细腻的沙滩，大西洋海浪强劲有力，是全球冲浪爱好者的天堂。无论新手还是高手，都能在这里找到属于自己的乐趣。19世纪拿破仑3世与欧也尼皇后将这里选为皇家度假地，留下大量新艺术风格别墅，建筑精美典雅，成为海滨一道独特的风景线。小镇中心遍布高端精品店、百年咖啡馆与豪华赌场，气质优雅奢华，充满贵族气息。海边的圣母岩是城市地标，岩石顶端矗立着圣母雕像，俯瞰着整片大西洋，是观景与起伏的绝佳去处。漫步在比亚里茨，既能感受海浪与冲浪板碰撞的激情，也能享受法式下午茶的慵懒。激情与优雅在此完美平衡，成就独一无二的海滨魅力。拉马图埃勒是圣特罗佩丘陵上的普罗旺斯隐秘村落，远离滨海喧嚣，守护着蔚蓝海岸最本真的田园灵魂。小镇街巷呈螺旋状蜿蜒而上，房屋是柔和的浅粉色、淡黄色，三角梅、薰衣草等花卉肆意攀爬，空气中满是花草清香。这里曾是萨拉森海盗频繁出没之地，曲折狭窄的小巷专为迷惑入侵者而建，如今成为充满趣味的探索迷宫。小镇中心广场每周举办市集，新鲜蔬果、手工奶酪、普罗旺斯香料、
薰衣草制品，琳琅满目，充满烟火气。站在广场远眺，地中海、葡萄园、橄榄园尽收眼底，山海田园风光融为一体，没有圣特罗佩的奢华喧闹，只有小镇的宁静安逸，阳光、花香、微风与慢生活。拉马图埃勒用最纯粹的模样，展现着蔚蓝海岸不为人知的温柔一面。圣让皮耶德波尔是法国与西班牙边境的巴斯克小城，坐落在比利牛斯山脚下，是圣地亚哥朝圣之路法国线的起点，被誉为朝圣者之门，充满信仰与人文温度。小城被粉色砂岩城墙环绕，中世纪街巷狭窄曲折，巴斯克风格半木构房屋错落分布，灰色石板屋顶古朴厚重，处处透着历史韵味。这里是巴斯克文化的核心地带，街巷间能听到巴斯克语交谈，传统手工艺、美食与节庆代代传承，民风淳朴热情。小城中心的圣母教堂钟声悠扬，见证着无数朝圣者从这里出发，踏上前往圣地亚哥的旅程。站在城堡要塞上，比利牛斯山风光尽收眼底，群山连绵，牧场青青，雄鹰翱翔。这座边境小城把宗教信仰、民族文化与自然山水完美融合，用温暖与包容迎接每一位追寻梦想的旅人。这场法兰西视觉之旅，我们走遍了多变的自然风光，打卡了历史名城的经典地标，也发现了让每一寸土地都独一无二的小秘密。希望这些画面与故事能丰富你的认知，点燃你亲自踏上这片土地，探索法国极致之美的渴望。